我在实战中会遇到各种奇怪的网线打法，让我郁闷的是，他明明打错了，居然还可以使用。这期我就把这些打法整齐起来，给大伙分辨下，其中哪种打法是不可以上网的。第一种，左边是白橙橙，白绿蓝，白蓝绿，白中中，右边则是橙白橙，白绿白蓝蓝绿，白中中。由于后面都有一边是 B 类打法，我就只说另一边打法了。右边则是白橙橙，白绿绿，白蓝蓝，白中中。第三种左边是橙白橙，绿白蓝蓝，白绿中白中。第四种右边是蓝白蓝，白中中，白橙橙，绿白绿。第五种是白绿白橙，白蓝白中，绿橙蓝中。至于右边和左边打法都是一样的，我就不说了。到了第六种，左边是白绿绿，白橙蓝，白蓝橙，白中中。我已经全部列出来了，待会不妨说一下自己的答案。说完后，我这边就拿电脑来测试，看看是哪条不可以上网。这里我已经拼了个外网，如果网线是通的，那么拼它也会通。接下来就开始测试了。先试这种打法，待会再截图看那个线序了，看下行不行。看到没有，是通的，显示有网络。然后第二种一样，待会再截图了，截上去。这是有点慢，这是虽然慢，但是它这边也是通的，网络也是有的，这种打法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到第三种打法了，切上去。网络已经通了，这里也显示有了，这种打法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到第四种打法，由于等了太久了，网络迟迟没有通，所以这里我就跳过了。看来不行，这种打法根本不通，就连电脑都没有感应到网线，看来这种不行。这是第五种打法，也是可以使用的。现在是第六种打法，第六种打法也可以用。看来只有第四种打法用不了，想不到吧？居然只有第四种打法不能使用。但是目前来说，承认的打法只有3种，一种是 A 类打法，另一种是 B 类打法，还有一种是 AB 交叉打法。这时候估计就有人问了，为什么其他打法都可以用，非要按照这3种打法呢？这就要说到网线的发展史了。起初传输信号只有一根网线，但是一条线无法双向传输信号。我从这里信号发射出去，在这期间那边的信号要等我过去才能再发过来。后面为了可以同时发送消息，然后就增加了一条线，这下有了2根线，左边和右边都可以同时发射信号了。但是这样也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听得到吗？由于对面也可以同时说话，他又把我说的话给反了回来，然而我这里又给反了回去，就这样一直循环重复下去。那怎么办？后面有人发现，一条网线发送信号时，
另一条就发送相反的信号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抵消掉这种情况。所以后期又给这2条网线再增加了1条网线，但随着网线增多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这个说来就话长了，这方面科技的小明讲的比我好，我也是看他的视频大概讲的，大伙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他的视频。反正最终的方案就是把这2条网线搅在一起，达成了完美的抗干扰，这就是双绞线的由来。可能我这里讲的不是很对，但是你要记得，线它必须要双绞，像这种打法已经完全破坏了双绞线。虽然你网络能通，但是传输距离和速度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3种打法是正确的。其实你只要不破坏双绞线的打法，理论上还有第4、第5种打法，比如像这种2边都打白蓝蓝、白中橙、白橙中、白绿绿，这样打虽说不会破坏双绞线了，但是一些厂商为了降低成本，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给网线掺杂。现在就让你们体会一下什么叫四铜四铁，看到没有？蓝线和中线被吸住了，但是绿线和橙线是吸不住的。所以知道为什么规范的打法重要性了吧？所以规范的打法不但避免了这些麻烦，还可以方便后面的人维修。好了，下一期接着维修监控了。上期过来排查故障，整了半天，发现是光猫的问题，然后小胡又挨骂了，也怪我不专业，我以为光猫只有闪红灯才有故障，没想到它闪蓝灯也表示有故障，后面兜了一大圈才把它解决掉。不过也好，这次不就又学到了吗？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。现在新的光猫接上去，主路由是可以跑到1000兆了，但是客户在其他地方测速还是几十兆的网速，当时我以为是距离 WiFi 比较远的缘故，于是我就让他在路由器旁边测一下。网速这么差吗？让我想不到是他测速下来还是几十兆，开始我以为是他手机有问题，我就用我的手机也测速试了下，虽说我手机测下来能跑到将近100兆，但距离1000兆还是相差得很远。我看了下 WiFi 的信息，连接的也是5G 的，那没理由啊。那我就查一下这路由器进来的网络了，我电脑接上路由器，然后测了下网速，只有100兆，不对了。完了，我也看了跳线，它是支持1000兆的，线都是频率线，肯定这里面有问题了。我这里就用学习仪对下线，看看网线有没有断线。不对呀，你这个对线8星都亮，这下麻烦了，如果出现8星都亮，不是线的质量有问题，就是面板打错了，因为机柜那边的设备都是1000兆的，我只能找到网线另头才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找到这条线，后头这一个，这学习仪跟了小胡快1年了，他找线从来没让我失望过，这次我就无剪辑的找线给大伙看一下吧。这个还有一个肯定，这个有没肯定，这些就被排除掉了。但是想着不知道是哪根，降低灵敏度，全部都不停了，那应该不在这里，这上面也没有。这边的降低灵敏度，试一下，考验一下，单手不好操作。看见没有？找到了。我给这网线对了一下线，大伙看吧，果然是网线打错了。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按照1到8的顺序量才对。我看了一眼水银头，这里倒是没有打错的，那应该是面板那边出了问题。我把面板拆开以后，不管对比 A 类打法还是 B 类打法，发现它确实是打错了。这里我已经重新给它打好了，这种面板我往期教过怎么打了，所以我就跳过了。接下来我就接上电脑测下网速，看看能不能跑到1000兆。刚来测的话只能是100兆，现在看等了
连上了。怎么还是100兆？于是我又重新看了一眼面码，奇怪的是，我这边并没有打错啊，那只能用寻讯仪来试下了。网线接上寻讯仪，然后我就去机房对了下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伙看吧，8星都是通的，那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了，因为这边的交换机都是千兆的，我感觉应该和面板没有多大关系，因为我打正面板的时候，这网线特别的硬，应该是网线的质量有问题了，但是我还是得打寻头验证下，看看我判断的对不对。完了，识别这么久，一般网线接上去，电脑会马上感应到的，但这里识别了这么久，我就感觉这网线只能是100兆了。我查看了一下速率，大伙看吧，果然是100兆的，这网线是直接插我电脑上的，没有经过任何东西了，看来这网线已经没救了，就可惜了这个设备只能跑100兆的速度。至于后面吧，就帮客户找这些网线，并且打上标签。如果大伙对我这寻讯仪感兴趣的话，我就展示一下我是如何用它精准找这些网线的。一般用它之前，都会把档位调到最大，进行一个范围的搜索。寻讯仪放在这里，想的是最稳定的，那很可能是这条线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放在右边也响，放在左边也响，那怎么办？我这边就把它灵敏度调低试下。现在我再试下，右边的不响了，中间的响，左边的也不响了，那应该就是中间这条了。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下吧。如果把这条线接到寻讯仪上，寻讯仪的灯亮了，那么就能完全确定就是这条线了。我这边单手不太好操作，剪辑又怕误会，所以大伙见谅。把它接上去，8个灯都亮了，那就这条网线了。这里我就换下一条，一样调大功率。这条线调低功率，调低功率就不响了。这调低功率还是响，那应该是它了。我再试下其他的。验证一下。一只手不好操作。看见没有？找到了。好了，这寻讯仪我就展示到这里了。